那在体制内，如果只会混日子，那么边缘化、绩效垫底、晋升无望将是必然的结局。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的5月4号，边内缩减来势汹汹，边外情况不容乐观。最近好多消息能看到，铁饭碗好像不保了，一场严峻的考验正式摆在了所有体制从业者的面前。那么今天这个视频，咱们聊一聊稍微敏感、神秘，但是大家有关心的话题。中国机构缩编是不是正在发生呢？进展如何？曾经最硬的铁饭碗是不是正在遭受前所未有的挑战呢？中央国家机关人员编制要按照5%的比例精简。那精简的方式不是裁员辞退，而是分为3种。第一，退而不补，有退役人员空出来的职位就直接注销，不再补充。第二是分流调剂，实行连任带编一起划转到其他基层或者新单位。第三，编外人员。政策面说的是精简5%的行政编制，但是实际在操作上最难受的其实是体制内的编外人员那也就是临时工、合同工和劳务派遣。正式编制都要卡预算，那么为了自保和压缩开支，就倒逼各个单位清退庞大的编外群体。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地方在清退辅警、城管、协管，还有窗口的合同工，比如说哈尔滨的5年清零计划。市直机关编外用人原则上5年内精简完毕，每年精简不少于本单位编外员额的20%，而且不光是政府机关连2类的事业单位，比如说公立医院的合同制护士、高职院校的聘用人员都在清理范围内，还有中西部大量的人口小县、县城街道办的批量解聘也在发生，是吧？街道办事处以前干活的主力其实是合同工然后现在要求兜底基层3保底线，就是保基本民生、保工资、保运转。那么城管的协管员、辅警、社区的网格员等编外的岗位就实行了只出不进，甚至合同到期全部解聘。整体上来看这是要通过自然消耗把整个编制的绝对规模给降下来那这次精简是从2023年的机构改革开始的。当时党和国家的机构改革方案被审议通过，机构改革针对的就是中央国家机关，也就是国务院各部委及直属机构。而中央层面的机构改革在2023年底已经全部完成了，地方层面是力争2024年底完成。那目前机构改革整合基本已经在收尾了，是吧？机构改革完成了，那么在机构精简之后的部门超编问题是要在5年过渡期内逐步消化的。消化的方式就是上面说的那么从2023年计算到2028年就要完成了还有1年多2年。所以体制内后续还会继续有解聘和缩编的事情发生那诸位体制内的要做好准备了。而这次精简的重点对象是那些职能老化、机构重叠，或者随着时代发展审批权限已经大量下放的传统行政管理部门。简单点说，就是随着全网通办、数字化政务推行，以前很多做办公室的盖章部门就被精简掉了，收回来的编制随之向一些领域和工作倾斜。那也就是在这一阶段，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成立，国家数据局成立了，科学技术部重组了。所以我们可以发现裁撤的这5%编制在向专业人员倾斜编制都给懂金融监管的、懂大数据人工智能的、懂硬核科技的人了从中央机关精简5%编制这个事儿来看呢，地方省市县也在层层传导跟进效仿，整个编制的总坑位就少了而每年毕业的大学生还在1000万以上，那么考编就更难了。再一个，对体制内的人来说编外人员精简之后，社会治理的活却一点没少。而且在经济转型的情况下，工作其实变得更难、更复杂了。而且随着经济结构的变化，体制内的工作角色也在产生变化，更多的是倾向于服务性质了，而不再是单纯的审批。这意味着留在体制内的人，人均的工作量和工作强度在持续的上升所以我作为一个局外人，在看待体制内工作我觉得编制的缩水实际上是正在倒逼体制内工作向专业化、向高强度方向转化。那在体制内，如果只会混日子，
那么边缘化、绩效垫底、晋升无望将是必然的结局啊。那昨天我直播有人问我要不要考公，我的看法是，如果你的孩子是大数据、人工智能、金融风控这些国家急需的专业化人才，那现在去体制内的核心部门是大有可为的。但是如果你只是想考个偏远的闲职去躺平，那你在未来面临的将会是极度枯竭的晋升空间和不堪重负的基层杂活，而且这些杂活的量和强度可能跟你的工资严重的不匹配啊，那你的职业幸福感基本等同于没有。希望这个视频能给诸位一点启发哈。当然，如果你有背景，那我今天谈的这些都不适合你啊。你是天龙人，不应该关注人间的事儿，是吧？从2004年到2020年，以中间口径测算，中国财政供养人员从5212万人增加到了6846万人，占总人口比重大概是 4.85%， 也就是差不多每20个人里面就有一个吃财政饭的。事实上，咱们国家进行多次的机构改革，1978年以前就不多说了，从改革开放以后可以说一说。尤其是1982年，当时党政机构出现了岗位臃肿、职责不清、工作效率低下的情况，于是当年的改革从中央到地方都进行了精简，国务院机构从100个调整到了61个，机关人员编制精简了1/4，被视为一场革命。然而就是1988年这一年，政府机构再次进行了机构改革，共撤销12个部委，新建9个部委，总数从45个减为41个。1993年和1998年，尤其是98年，从中央到地方累计精简人员超过了150万。那2003年、2008年、2013年和18年机构改革呢，还是继续推进，尤其是18年被誉为是改革开放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最近一次发生在2023年，中央国家机关人员编制的整体缩减了 5%， 而且严格贯彻执行过紧日子，全国财政支出 70% 以上用于民生等措施。好了，接下来我想重点说说小县城和机构改革情况。前不久，抚州资溪县作为江西省4个改革试点县之一，公布了试点成果。根据资溪县人口小县城改革探索实践提到的数据，改革后党政机构减少10个，精简率 28.6%， 事业单位减少13个，精简率 16.9%。 注意啊，重点科级职务数量减少了15个，精简率 5.4%， 部门专项经费减少了 205.94 万，降幅 14.8%。 也就是说，无论是机构数量还是领导数量都被削减，在提升行政效能匹配小城人口规模的同时，降低了行政费用的支出。再比如山西楼烦县，作为山西太原市下辖县城，常住人口不到9万，是典型的人口小县，也是全国97个人口小县机构改革的典型代表。我们直接说结果，县委机关从9个减至6个，政府部门从26个降至16个，事业单位从133个精简到104个，机构精简率超过了 38%， 编制精简341人。具体到财政支出上，每年节约人员经费3410万，运营费用990万，合计4400万。另外呢，再像山西的河曲县，事业编制从1964名减至659名。如果再把工资福利和五险一金的支出全部计算在内的话，每年减少的支出是 1.33 亿元，占当地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 13%。 根据官方的说法，全国97个小县城党政机构平均精简率超过了 15%， 彻底破除了人口小县、机构小而全、资源力量分散的问题。从上面这个数字呢，我觉得大家可以大致得到一个结论，就是体制内已经不再是避风港，不再是摔不坏的铁饭碗，也在搞降本增效，以适应不断变化的新形势。最后说一句，边内缩减来势汹汹，边外的情况更加艰难。2023年哈尔滨发出通知，
市直机关原则上5年内精简完毕，每年精简人员不得少于 20%。从哈尔滨到大连，从辽宁马鞍山到湖北十堰，从湖南常德永州到河南封丘，总之就是从南到北，从大城市到小城市，这股边外精简的风刮着就一直没停过，而且会持续下去。所以呢，如果不是有崇高的理想和追求，别想着进体制找个铁饭碗，真的也要好好的掂量掂量自己的前途，特别是在当下经济环境不断恶化的形势下，不断学习提升自身的技能，叠加 buff 来应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大家觉得呢？欢迎评论区留言讨论。最后希望大家多多点赞订阅，谢谢大家。